Hello， 大家好，我是以媛。今天我们又来窥探莉莉丝他们的人物构造了。那在上一期影片我做完之后，发布出去了，我没有想到，其实还蛮多观众喜欢看这个系列的，所以我打算继续做下去吧。如果观看还可以的话，没有人要看的话，我就可能停止还是怎样吧。OK， 那么在上一个影片呢，我就有画过诸葛亮嘛。其实发布了那个影片之后，有好的也有坏的评价。坏的评价就说我不要太认真去批评莉莉丝的画风。那其实我也没有说很认真啊，我一直以来都是以开玩笑的角度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吐槽一下嘛。因为真的有时候他的人物是真的很奇怪，我相信不是只有一个人吐槽而已啊。像是步兵有很多人都吐槽他们的脚很细很小，我是单纯喜欢画画而已。那我所谓之前有学过画画，是我在国中的时候，我的班是美术班，但实际上我们画的东西都是素描来的，所以我没有接触这类动漫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学的。然后我也没有上大学专科之类的，所以严格来讲，我自己也是门外汉吧，也不算是特别专业的。严格来讲，莉莉丝那边比我更专业。只是我以我自己的角度还有我自己的画风去改造莉莉丝他们的角色画风而已，所以大家以开玩笑的角度去看就好了。而且我之前的影片也是一直在强调这个是莉莉丝的画风啊，每个人的画风不一样，我们不能批评是好还是不好的，只是我去吐槽一下他的人体构造而已，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认真啦。 OK， 那在上次画完诸葛亮之后，我觉得我的影片做的有点太拖沓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右手边我是直接做了4代骑兵，包括 MG1 统帅跟转盘统帅，我全部都画出来了。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代吧。第一代先看一下元义经，官方一开始拿捏它的身体结构呢，是属于比较偏正常的体型，它是有卡通的画风，但是它的体型是偏比较正常的。所以如果根据官方他们的身体构造来画的话，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我们把原图关掉。其实大腿会稍微大一点点啦，但问题不大，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如果改造的话，我只是把它一些比例调整一下。那其实侧面我也不是很厉害画啦我勉强画出来就是这样子，就是把它原本比较粗大的部分缩小而已，就变成我这个画风。整体上是没有改变啦，莉莉丝她在一开始的画风都还算是比较正常了。再来曹操曹操是我今天画过这么多个角色里面算是我比较满意的。那其实各位可以看到曹操的身体比例呢，还算是比较可爱型吧，它不是正常的身体比例，但是如果以一个游戏来说的话，它这个身材比例呢算是很 OK 的，很漂亮了。所以我画出来它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是可以看到圆圆滚滚胖胖的，然后可以看到身体上半身的比例跟下半身的比例是相等的，或者是上半身比下半身更短了。这个就是我在上一个影片所说的，莉莉丝他们有一个画风就是头、身体然后脚是这样子的，这个也是属于比较偏卡通啊游戏类啊都会有的画风来的。所以我讲真的，我是蛮喜欢曹操本来的画风的。后来我不懂他是换了设计师还是什么，就变成他的画风开始逐渐走向崩坏了所以讲真的，一开始他们的画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曹操这边其实我也不需要去改了，只是如果以正常的体型来说的话，他的脚其实需要拉长一点点啊，不过我个人觉得 OK 了。再来第二代，其实第二代才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是铁木真。那相信各位看到铁木真的时候都会觉得，哇，铁木真为什么这么胖呢？为什么官方要把它画成一颗球？那起初我还没有把他的身体构造画出来之前呢，我都觉得哇，莉莉丝你是把它画成球吗？为什么这么圆滚滚呢？原来我误会莉莉丝了，应该是讲我们都误会莉莉丝了。原来铁木真他不是胖成一颗球，他是壮，他的身体构造是这样的。所谓的胖是怎样的？肚子是大于胸部，可能比较凸，像这样子，这个才是胖。铁木真这个是属于壮，不是胖啊，很多人误会这一点。蒙古人应该要有的身体比例，他的健壮的身体，哇，这个是真的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铁木真他的背就是这样子，然后他的腰呢，如果莉莉丝他们要把它画的比较健壮一点，其实他的腰可以这样子收缩下来，看到吗？当然官方也可能把他的腰画的比较粗一点啦，比较肉一点，有可能会变成这样。
但是尽管是已经把他的赘肉画出来了，他还是属于比较壮的，这个是真的让我比较意外的，所以我也不打算要去重改铁木真了，因为官方以前他们的画风是真的很好，第一、第二代的时候，所以这边也是解开了大家对铁木真的误解，很多人真的觉得铁木真只是一颗球而已，真的是误会了。再来就是萨拉丁，萨拉丁可以说是今天这么多代的统帅里面我画得最自然的，也是不会觉得太纠结的为什么？因为萨拉丁的身体比例是最正常的，他画出来是这样的，超正常，有没有所以我才怀疑说，诶，莉莉丝他们是不是之后换了设计师还是什么？为什么那个身体比例相差这么远？我可以说萨拉丁是少数在游戏里面身体比例是最正常，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是不是？再来第3代也是最多槽点的一代。那你们如果有印象的话，之前我有画过关羽的画像，然后我一直吐槽他的脚就是盖仔脚，粤语叫盖仔脚，指的意思就是说很像鸡的脚，鸡不是身体胖胖大大的嘛，但是身体小小个你们可以看到阿提拉的身体呢，其实都已经觉得很不正常了，并且再加上他的脸很萎缩，如果你们有去研究他的身体比例的话，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他这个姿势站得有点像球球人了然后上半身就偏比较大一点，下半身就很小很小很小。那如果我要改成比较正常的体型啊，不是改成莉莉丝版本啊，我自己的画风的话啦，其实官方它本身的画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需要把它的比例调整一下。我的做法就是把它的身体拉长，然后下面跟它放大一点点。其实你们可以发现到我都是拿它旧的那个身体比例拉长而已，拉长放大都已经算是 OK 了，至少不会看到下半身这么奇怪。上面肩膀那个没有办法，如果是根据他们原本的画风，就是想要把阿提拉画成这样子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改他的肩膀了，就是这样子的。就算我改成我自己的版本，还是觉得很奇怪啦，讲真的武田信玄其实你们也可以看到他跟阿提拉差不多是一个画风吧，我感觉他们设计师应该是一样的，也是可以发现到上半身比较大，然后下半身比较小。如果画成构图的话就是这样子，我是真的1:1还原了啦。会看到比较奇怪一点的就是上半身，其实他的上半身到这边为止都算是正常啊，如果你们不要看下半部的话吧，如果我改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啦，像阿提拉那样子，只是需要把下半身改一下，然后把腰间放的比较阔一点为什么他的脚会这么短呢？其实也是可以拉长啦，可以把他的腿拉长了，只是我不要拉爆。第4代的画风其实也是走向崩坏了我已经尽量去改了啦。这个是孔雀，其实严格来讲孔雀的身体呢算是正常的，它的身体比例像它的上半身下半身的那个长度是正常的，但如果你是画成构图的话，你会发现到它的腰身是非常细的，看到吗？我这个是1:1还原了所以我在做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也只是把它的腰加粗一点点，然后下半身拉下一点点接上去，就是用原图接回上去啦，出来的样子就是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正常一点啦。其实孔雀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就是腰太细而已。这个威廉才是让我最头大的部分啦你们就算不看身体构图，应该也发现到威廉有什么问题了吧？腿是最大的问题啦，因为他的腿是真的太细了，上半身很大，但是下半身太小个了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我是真的照着画哦，看到吗？所以如果说威廉要改的话其实整体也要改。然后我看到他的手臂还有他的腿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牛蛙真的很像牛蛙。就像前面孔雀、阿提拉、武田其实都可以用他原本的画风去放大或缩小、拉长之类的，像这个的话其实你怎样拉都是不对的，所以我就画了自己的版本。我这个版本其实也不算是特别完美了，是从它的原本基础上去改的，所以出来的效果会变成这样。我是已经把它拉的比较正常一点了，比起前一个版本。然后手的比例有缩小了，头的部分跟肩膀的部分，你们会发现到这个部位会比较奇怪一点，照着原图再做一些修改。假设我不照着原图画的话，其实会画的比较正常啊OK， 大概是这样吧。所以让我比较意外的还是一样铁木真啊，我真的是觉得铁木真他一开始的版本就已经画得很好了，有表达出蒙古民族他们要有的健壮身体，哇，很
彪悍的那种感觉啊。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画风的。好啦，今天的影片就暂时拍到这里啦。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的话，记得按赞分享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